声音，大家看得出来比较素颜一点，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做眼睛的雷射手术，医生说这阵子只能戴眼镜，没办法，我还是很想拍片，所以只能用素颜的方式来和大家讲这集的 Lighty 讲棒球。那在上个月2024年3月30号的时候，有一位是非常知名的裁判苏建文先生，他在台北大巨蛋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执法。那同时也为他的中职裁判生涯画上句点。没错，今天这集呢，我打算和大家来聊一聊苏建文先生。有在看棒球的一定都知道苏建文，他是亚洲现役唯一执法超过3000场职棒的裁判。那不论是中华职棒的例行赛、主审、总冠军赛，他的战场数皆都是台湾史上的第一人。苏建文呢，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一开始算是一个棒球的门外汉。那他一开始和棒球连接呢，只是因为单纯和老婆喜欢一起去看棒球。那他在中职元年，他收到了有一个裁判招考的这个讯息，那他就因此踏入了裁判圈、棒球圈。然后这个一结缘就33年。那他生涯呢，总共累积执法了3381场。那他同时也是我们中华职棒执法第一多的裁判。那刚好提到，他在今年的3月30决定隐退。那他隐退之后，也会转换身份，继续为棒球圈尽一份心力，协助二军裁判的养成。那其实在他的执法生涯中，一路上也一定有一些冲突的场面啊，令人难忘的片段啊，或者是一些光荣、感到值得骄傲的一些时刻。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第一件事情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郑兆航漏财垒包事件，同时也造成了陈威成总教练打裁判，那个裁判就是苏建文。这边先来简述一下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在2003年总冠军赛，那兴农牛与兄弟象交手，当时比赛比到了4局上半，3-1，牛队落后2分。那郑兆航当时打了一支2垒安打，但却被当时担任一垒审的苏建文先生判定他并没有踩到一垒的垒包，所以郑兆航是出局的。郑兆航当时心里就很不爽了。我明就踩垒包，这种基本错误我怎么可能犯？当时兴农牛的总教练是陈威成，那陈威成也很不爽啊，因为毕竟是总冠军赛，那这个安打也至关重要，就走出来理论，走出来抗议。那抗议到后面呢，陈威成总教练就大打出手，就直接一拳对着苏建文裁判这样猫下去。投捕手的一个心态，这个球打得扎实，左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一个深远安打。二垒上跑者轻轻松松的绕过3垒要回来。哇，之前呢，在整个得点圈打击率偏低的兴农牛队单。哇，不过这时候是漏踩一垒的情形之下，郑兆航是被判定出局。哇，这恐怕我们得持续的把镜头锁定在场上。因为牛队必然会上来做抗议。那今天担任一垒审是苏建文先生。这个很关键的判决漏踩一垒垒包就是出局的状况之下呢，等于是一个3出局的情形之下呢，这一分还没有办法进账，因此呢，在整个分数上面呢，变成1-3，当然这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判的空间。那我想这时候大家一定也很想看到整个慢动作重播的一个状况的究竟。处于不利状况的兴农牛队当然是有非常。苏建文其实后来也有在一些节目或是访谈中有聊到这件事情，他说当时其实在前面在沟通的过程中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是后来陈威成总教练非常激动的说，他就是有看到有踩垒包，那万一你误判，你要不要负责之类的这种话。那苏建文就回他说，我就是没看到啊，不然要负责什么？然后陈威成听到就不爽了，就大打出手。那这也是非常为人所知的郑兆航漏踩垒包事件。那其实，在当时的年代，所有的软硬体设备也还没有这么的发达跟先进，那这件事情也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它没有办法经过可能像现在电视辅助判决。还是有没有观众朋友当时也人在现场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郑兆航当时到底有没有踩到垒包？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太神奇了。再来第二件事情是朱鸿生用身体去顶撞苏建文裁判，这边现在简述一下时空背景。在2009年总冠军第7战，兄弟象对上统一狮。那当时比赛已经进行到8局上半了，那兄弟象是2-5落后给统一狮。
打击者轮到的是朱鸿生，他当时的球速是2好1坏，然后他请求就是主审苏建文先生，他想要求一个暂停，但苏建文先生并没有给他那个暂停，所以自然而然狮队的投手就将球投出了。那朱鸿生心里当然非常紧张，一定要赶快出棒，那他就用一个助跑式的击球法冲进去打击区，然后这样挥棒挥出去，最后这颗球也造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小飞球，然后被接杀。那朱鸿生超不爽，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暂停你没有给我，他就用身体去顶撞苏建文裁判。那最后他当然也遭到了驱逐出场。也就是说，兄弟象队只剩下2个半局能够反扑的机会。史上打总冠军战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连续2年打进总冠军战，连续2年都空手而回的。这个在干什么？没有暂停吗？没有暂停是意思？这个球朱鸿生跟主审裁判，没有被驱逐出场，不能够碰主审，又被驱逐出场一次。这个球朱鸿生非常气愤，他是有喊暂停，裁判没给。在第3件事情也很有名，后来也被很多人做成梗图，就是洪一中的跨栏事件。时空背景是发生在2015年总冠军赛，那是蓝米狗桃园队对上兄弟象。当时8局上半，兄弟象以3-5落后给蓝米狗桃园队。那当时呢是满球数2好3坏，然后满垒的状况下，蓝米狗桃园队的球员叫明星，那他投出了一颗球，他跟捕手还有洪中都觉得这一颗球一定是好球。我们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他们都已经要走下球，然后洪一中也露出了开心的表情。结果苏建文裁判当时是主审，那他判定这颗球是坏球。那自然而然的这位打者就是保送，洪一中就非常不爽啊，他就直接以跨栏的方式冲出来，然后跟苏建文先生理论。那其实这也变成后面非常知名的就是洪中跨栏事件，大家都觉得他为什么身手可以这么矫健又这么敏捷啊？直接就这样跨出来嘞，那真的不容易，那蛮高的。其实我非常的有印象，因为当时我也有看这场比赛。那其实我自己当时在看，我也觉得那个位置是有判好球的空间啦。那好球带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不能抗议嘛，那不同的主审也会有不同的喜好，所以谢谢洪中的这个跨栏表演，让我们知道洪中身手矫健、敏捷。那说完了比较争议性的大场面，那接下来我要来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裁判很辛苦的地方。第4点，苏建文先生被球直接丢到脸。那这个呢，就是有一球，狮队可能捕手跟投手之间的暗号是并没有沟通好的。那投手丢球，捕手没有接到，直接漏接，直接打到苏建文先生的脸，哇，那个超级痛。大家都知道被球速140、150的打到脸，哇，那应该会痛的要死。裁判真的辛苦了。那我们也可以从画面中看到，其实苏建文先生是非常不爽的，因为他后来丢还回去的回传球其实是非常的大力。轮到的打者在中信兄弟这边是黄君生，这个球打到了是苏建文先生的面罩，还是说主审有点不高？对，有可能这个感觉好像是个，头骨之间暗号看错哈。所以主审的立场，你身为一个捕手，这个球你连手套都没有摸到，直接打到我的面罩，好像有点。再来，我要讲苏建文裁判最光荣的一件事，就是第5个2015年世界12强。那苏建文他识破了墨西哥打者罗培兹想要靠着演出触身球上垒。那这边先来简述一下当下的时空背景，是在2015年11月11号12强的初赛。那当时的队伍呢是墨西哥对上日本，在第9局上半的时候，墨西哥落后日本1分。那9棒罗培兹他要在触击的时候，他假装演说他被投手打到触身球，在地板演手好痛，我被触身。苏建文先生直接识破他的演技，然后跟他说 No， 没有触身。
哇，很厉害！那个球其实我后来回放看了好多遍，我还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出真球。更不要说当下裁判只有1次机会，然后那个球速又这么快，反应的时间根本不到1秒，你必须做出判断判决。哇，真的很厉害。那也因为这个判决，成就他火眼金睛的美名。后来这件事情又透过媒体报道得知。王贞治就是我们的棒球先生，其实也非常肯定苏建文的执法表现，也因为苏建文先生也让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棒球其实裁判是非常有实力，也非常好的。那这边也来提一下，苏建文其实他也有出了一本书。叫做火眼金睛与0.4秒判断，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时速150公里，大概你只有0.4秒可以进行判断，它到底是好球还是坏球。我只能说，真的非常不容易。那苏建文先生其实后来也有提到，他其实这30多年来，不论是场上、场下的检讨还有磨练，都是为了让比赛中每一个0.4秒都能够让大家更心服口服。那我这边来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其实裁判这个工作真的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辛苦。那其实裁判也是要跟着每一场例行赛一样，北中南这样跑。那球员可能都还会有巴士搭，那裁判可能他们都需要自己开车前往。那其实他也有很多时间是跟球员一样，是没有办法陪家人回到家庭。而且呢，每一位裁判也一样是需要站成场，站3到4个小时。那他们在担任主审的时候，还需要背着4公斤的护具，然后也一样是要风吹日晒雨打。那在比赛过程中，可能还会被球打到，挨到球吻，被球棒打中，然后还要承受球迷们的谩骂嘘声。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要给裁判们多一点鼓励。那真的也很感谢苏建文裁判对中华职棒的付出。那也期许他能够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下面有意愿入行的裁判们。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喜欢的话，一定也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欢迎你留言，想对于苏建文老师说的话，或者是哪一场苏建文老师的执法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